福满生活的朋友们好，我是李美惠，祝大家平安顺心。最近1-2年，大家是否感觉钱越来越不经花？买菜、水电、日常饮食都在涨价，唯独每月退休金数额依旧，生活压力实实在在，对未来也不免焦虑。如果你有同感，请明白你绝不孤单，这是许多长辈共同的心声。大家常听到通货膨胀，也更关心我们的年金到底会不会随物价调整。眼看2025年将近，许多朋友都在问，规定不是说要调吗？怎么还没动静？今天李美惠要用最清晰、肯定的态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可能是过去1年里关于我们自身福利最实在、最值得期待的重磅消息，请你一定要认真听下去。根据主计总处那边最新发布出来的关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测数据，在经过非常专业和精密的计算模拟，现在可以非常有把握地告诉大家，2026年，也就是咱们正在谈论的明年，咱们的劳保年金启动调整机制这件事，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十拿九稳了。而且这一次的调整绝对不是那种隔靴搔痒，调了跟没调一样，让你完全无感的小打小闹。根据目前可靠的预测模型推算，这一次的涨幅将会非常可观。预估最高的调整幅度有可能达到 7%， 甚至冲击 7.5% 这个水平。你可能会说 7% 听起来就是个百分比，有点抽象。那李美会给你换算成更实在的说法，这意味着对于很多长辈来说，你每个月领取年金的那个银行账户里，很可能会多出1500元到2000元，甚至更多的真金白银。这笔钱可不是过年过节发的一次性红包或者慰问金，花完就没了。它是每个月都会准时到账，只要你一直领取年金就会一直存在，活多久领多久的永久性实质加薪。说的再直白一点，它就像是政府发给咱们抵抗通货膨胀的一笔作战津贴，是能实实在在帮咱们稳住购买力，让碗里的饭菜更丰盛一点，让每个月缴纳基本费用时心里更踏实一点的及时雨。不过，请大家先稍微按捺一下激动的心情，李美会要在这里设置一个小小的但非常重要的关卡。虽然整体上调涨是大概率事件，但并不是所有正在领取劳保年金的朋友都能在明年的一时间享受到这份福利。这是因为劳保局对于年金调整的适用对象有着一套非常细致和具体的法律规定。通过我们福满生活团队结合历史数据和现行法规进行的专业试算，只有属于特定5到6个年度退休并开始领取年金的长辈，才极有可能成为明年这波调涨的第一批受益者。如果你不在这几个特定的年份范围内，那么可能就需要再耐心等待一下，看看下一次调整周期何时到来。所以现在此刻听完李美惠这句话，请你务必要去回想一下，或者最好是起身去把你那份非常重要的劳保老年年金给付核定函找出来，白纸黑字的看清楚，你到底是在哪一年正式开始领取劳保年金的。这个年份信息是整件事最关键的核心钥匙，它直接决定了明年你的账户余额里会不会惊喜的多出一笔让你笑逐颜开的数字。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朋友会忍不住问，美惠，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非得等到2026年？2025年这物价明明也涨得厉害，为什么今年就不涨呢？难道这政府发钱还要看心情，挑黄道吉日吗？哎呦，这您可就误会了，这背后可不是谁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而是有一套白纸黑字写在劳工保险条例里，非常严谨，非常科学的游戏规则在运作。这个规则的名字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调整机制。咱们必须得把这个规则的基本原理搞明白，才能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心里才会亮堂，才不会被各种谣言误导。用咱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来说，这个法律规定是这样的。
只有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可以简单理解为衡量物价涨跌的那把尺子的累计成长率，达到或超过正负 5% 这个关键门槛的时候，劳保年金才会启动正式的调整程序。请大家千万注意累计这2个字，这是整个规则里最核心、最要害的地方。2025年之所以没有进行调整，并不是因为物价没涨，事实上涨得大家都有感觉，而是因为从上次调整之后到2025年某个时间点为止，物价累计上涨的总体幅度就像一个大水库在蓄水，水位虽然一直在升高，但还没有最终涨到 5%， 那条高高的警戒线还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大家只能再坚持和等待1年。但是情况到了2026年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加上了2025年全年物价上涨的强劲动力。对于某几个特定年度退休的长辈而言，你们那个物价累计涨幅的水库水位已经彻底满溢，不仅一举冲破了 5% 的法定启动线，甚至一路高涨，直奔 7% 以上的区域而去，水量非常充沛。这就好比咱们去超市或者便利店参加的那种积分换购活动，虽然前2年你买东西积攒的点数可能每次都不够兑换心仪礼品的最低门槛，但请你放心，这些点数1分都不会少，全都安安稳稳的帮你存着呢。到了明年，就像是活动开启了大兑换日，之前所有零零散散积累起来的点数会一次性合并计算，统统折现成实实在在的现金回馈到你的账户里。那么，到底哪些幸运的朋友已经积满了点数，有资格参加明年的这场大兑换呢？接下来的这部分是整篇文章最精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核心内容，请大家集中精神。李美会要仔细的、清楚的把这几个关键年份说给大家听。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和可靠的推算逻辑，以下这几个年度退休，也就是你的劳保年金开始发放的朋友，恭喜你们，你们极大概率就是明年这场加薪盛宴的主角。首先是第一梯队的资深幸运儿，也就是民国100年对应西元2011年，以及民国101年对应西元2012年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是这次调涨的主力部队，因为你们退休的时间比较早，在这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了物价一波又一波的起伏，累计下来的物价涨幅是最为可观的。虽然你们中间可能已经享受过上一次或上上次的年金调整，但在一个新的计算周期里，你们的累计数据再次强势达标。如果你是这2年退休的长辈，那么明年调整的金额绝对会让你感觉非常明显，这是一份对你们长久以来承受通胀压力的迟来但厚重的补偿。紧接着是第2梯队的中坚力量，这个群体的人数非常庞大。最后还有一匹值得关注的黑马，那就是民国111年、2022年才退休不久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惊讶，我才退休没多久啊，怎么也轮得到吗？没错，正是因为从你退休后的这2年多时间里，通货膨胀的速度来得又猛又快，导致物价累计的数值像是坐上了火箭，飞速攀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触碰到了调整的门槛。所以，如果你是2022年刚刚加入退休队伍的新朋友，也请你务必关注自己的情况。你非常有希望被纳入这次的调整名单之中，这算是一个意外但合理的惊喜。当然啦，李美会也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如果你是2023年或者2024年才刚退休的新鲜退休族，那你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稍微调试一下心情。因为你们累积的时间确实还比较短，物价上涨的点数还没有攒够 5% 那个额度，所以明年大概率还暂时轮不到调整。但是，请你千万不要灰心和失望，你已经积累的点数1分都不会丢，他们会继续默默的、忠实的为你累加下去。也许等到后年或者大后年，当累计涨幅达标的时候，就轮到你的账户收获那份期待已久的调整大红包了。
所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权益始终在那里。弄明白了自己有没有资格参与这次调整，接下来咱们肯定要问最实际的问题，那我到底能多领多少钱呢？光是听7%、7.5%这样的百分比确实不够直观，咱们就来实打实地算几笔账，把抽象的数字变成看得见的实惠。假设有咱们福满生活的一位老朋友，我们叫他张伯伯。他是2016年退休的，目前每个月领到的劳保年金是新台币28000元，我们就用比较保守的7%涨幅来帮他算一下，28000元乘以7%等于1960元。这也就是说，从调整正式生效的那个月开始，张伯伯每个月入账的金额就会从原来的28000元变成29960元，眼看就要突破3万大关了。你可能会想，一个月多不到2000块，好像也就多买几斤肉、几把菜。李美惠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小看这每个月多出来的钱。咱们算一笔年度总账，一个月多1960元，一年12个月下来，就是多出来23520元。这笔钱相当于什么？差不多相当于政府额外给你发了一个月的年终奖金啊。对于咱们退休族来说，这多出来的2万多元可以支付大半年的全民健保费用，可以给家里置换一台新的电风扇或者电饭煲，可以在孙辈们过生日、过年的时候包出更厚实一点的红包，那份心意和从容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重要、最让人安心的一点是，这次调整是永久性的。只要咱们持续领取年金，这个调高后的新基数就会一直有效，成为咱们未来岁月里对抗物价上涨的一道坚固防线。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另一位朋友，比方说李阿姨，她退休前的薪资水平比较高，现在每个月领的劳保年金是新台币35000元，那么她的调涨金额就更可观了，35000元乘以7%等于2450元。这意味着李阿姨每个月能多领2450元，一年下来就是29400元，接近3万元了。这笔钱足够规划一次轻松惬意的国内短途旅行，看看风景散散心，或者可以用来支付一些短期照护服务的费用，甚至可以作为一笔小小的备用金，应对不时之需。所以原本年金基数越高的朋友，这次调涨所能带来的绝对金额增加也就越显著，缓解生活压力的效果也越好。算完了钱，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问题肯定是，这笔让人期待的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落袋为安？是不是明年1月1号我一刷存折就能看到了？这里李美惠要特别向大家说明一下整个流程的时间点，以免大家到时候产生误会或者空欢喜一场。按照劳保局多年以来形成的非常固定的行政作业惯例，这类年金调整的正式官方公告时间通常会安排在2026年的5月份。也就是说，要到明年5月，劳保局才会正式下发公文，向全社会公告最终确定的调涨百分比是多少，以及具体是用于哪几个年度的退休人员。在这个正式公告发布之后，调涨后的金额才会进入发放程序。因此，这笔钱实际汇入大家账户的时间，预计是在2026年的6月份。换句话说，明年6月，当你查询账户时，才会看到调整后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也是几乎每年调整时都会让不少长辈感到困惑甚至紧张的地方。李美惠恳请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记明白。到了明年6月，当你去刷存折本或者查看网银交易明细时，你很可能会发现这个月入账的年金是分成2笔显示的。第一笔是你非常熟悉的每个月固定金额的原始年金，比如前面例子中张伯伯的28000元。
第二笔则会是一笔独立的款项，在摘要或备注栏里可能会写着物价指数调整或类似的说明文字，这笔就是新增的调整金额，比如张伯伯的1960元，所以6月你的账户里会看到2笔入账记录，它们的总和才是你新的月领总额，请你千万不要惊慌，不要以为是银行搞错了，重复汇款了，更不要疑神疑鬼以为是来路不明的诈骗汇款。这是劳保局标准的一贯的财务作业流程，等到7月份开始，这2笔钱就会合并成一笔新的总额，例如张伯伯的29960元，每月一次性入账，恢复正常。所以明年6月看到账户明细有些不同，请先保持淡定，那是正常的操作。说到诈骗，李美惠的操心模式必须再次上线。这也是我们福满生活每次谈到金钱福利时，都必须像念紧箍咒一样反复强调的防诈骗终极提醒。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每当政府有发放补助、调涨津贴这类普惠性的好消息公布时，也正是那些无孔不入的诈骗集团最为活跃、诈骗手法更新最频繁的时候。他们的骗术现在非常具有迷惑性，可能会冒充劳保局、健保署，甚至是银行的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你，用非常亲切诚恳的语气说：老先生老太太，恭喜您啊，我们系统查到您的劳保年金明年要调涨 7% 了，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呢。不过因为系统需要更新您的个人资料和账户信息才能完成升级，麻烦您告诉我一下您的银行账户密码和身份证号，或者请您现在带着银行卡到附近的 ATM 提款机，按照我们的语音提示操作一下激活程序和关联账户，这样这笔上调的钱才能顺利汇到您的账上。请大家务必把下面这段话刻在脑子里，政府对劳保年金的所有调整是100%全自动的电脑系统作业，劳保局的系统会根据法定的公式和每个人的数据，自动计算出谁该调多少，然后自动将款项汇入你最初申请年金时登记的那个一直用来领取年金的银行账户里。整个过程中完全不需要你提交任何新的申请表格，绝对不需要你前往 ATM 进行任何操作，更不需要你点击手机短信或社交媒体信息中的任何陌生链接，也100%不需要你向任何人透露你的银行账户密码、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等个人敏感信息。如果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无论是系统升级、资料核对、账户异常还是幸运中奖，要求你做以上任何一件事，那么他100%、1000%就是诈骗分子。请你不要和他多说任何一句话，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可以主动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举报和咨询。咱们的退休金是安享晚年的根本保障，是血汗钱、养老钱，一分一毫都不能让这些社会的蛀虫骗走。其实咱们大家这么关心劳保年金的调整，往深了想，追根究底，并不完全是为了每月多出来的那1-2千块钱，我们更在乎的是在这个经济起伏、物价变动不定的时代里，那一份能够握在手中的确定的安全感和尊严感。通货膨胀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小偷，悄无声息地稀释着我们存款和固定收入的购买力。而劳保年金制度里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调整机制，就像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把保护锁和一把调节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尽力对抗这种侵蚀，努力让咱们退休人员的生活品质不至于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物价的上涨而大打折扣。虽然2025年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却落了空，但2026年这次预期中的大幅度调整，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迟来的兑现，是法律机制在发挥作用，是对咱们这些为国家社会贡献了一生心血的老朋友，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最直接、最实质的一种体恤和支持。
那么现在，李美会希望大家都行动起来，为自己做一件很简单但很重要的小事。听完这期内容，请你花上几分钟时间，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一下，或者最好是现在就起身，去你存放重要文件的抽屉、柜子里，把那份劳保老年年金给付核定函找出来。仔仔细细地确认上面记载的你的年金起算年月，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张纸质的核定函，也有一个备用的好办法，拿出你专门用来领取年金的那本银行存折，或者登录你的网上银行，往前翻查历史交易记录。找到最早一笔由劳保局或类似名称汇入的固定金额的款项，看看那是什么日期，往前推算一下，基本就能确定你开始领取年金的年份了。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好就是民国100年、101年、105年、106年、106年、107年或者111年退休的幸运儿，那么现在你真的可以开始带着愉快的心情期待了，不妨把这份确定的好消息和家里的子女、老伴分享一下，也欢迎你到我们福满生活的节目下方评论区留言，大声告诉李美惠和其他朋友，我是民国106年退休的，我榜上有名。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沾沾你的好福气。如果你的老邻居、老同事、老朋友也符合条件，但他们可能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或者不常看这类资讯，请你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当作一份温暖的礼物，亲自打个电话或者上门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从心底里感谢你的这份关心。到了咱们这个年纪，真的没有什么比每个月账户里能固定多出一笔实实在在的钱，更让人感到踏实和温暖的祝福了。最后请大家留意，虽然目前专业预测乐观指向约 7% 至 7.5% 的调整幅度，但最终的确切数字仍要以劳保局2026年5月发布的官方公告为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调整一定会来，我们关注的是涨多少，这个具体数字福满生活会持续追踪进展，一旦有正式公告或试算工具推出，我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清晰解读。若您尚未订阅，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确保不错过明年5月那关键的通知。生活总有压力，物价波动也难免让人忧心，但只要我们保持清醒，跟对信息，维护自身权益，退休生活依然可以过得安稳从容。愿明年这笔实实在在的永久加薪，如春风般吹进大家的生活，让餐桌更丰盛，笑容更多，晚年更安心圆满。我是李美惠，咱们下次再见。